你为什么一直都是单身嘛？都说哈，男的大龄单身一般都是因为他穷，而女人呢大龄单身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你们一直都认为自己是对的。有一个87年的女生她跟我吐槽她这几年的相亲经历嘛，真的也是没谁了她说呢，这几年她相了不下几十个男生了，要么呢就是人选不合适我看不上他，他也看不上我还有呢，有的人还给他介绍离异带娃的，他觉得一结婚就有个娃了这也太离谱了。要不呢就是相处方式很另类，根本接受不了。总之呢，没有什么正常人我让他举几个例子给我我给他分析分析。结果他说呢比如说有一次有一个男生呢，第一次见面都已经走到跟前了还拿着个手机各种在那儿对比最后呢我都已经把他认出来了，他还没把我认出来。然后人家还来了一句，哎，你这个照片是 P 过的吧？都没敢跟你打招呼我怕叫错人了我这一听这话真的是多让人下头还有一次有一个男生出来见面连杯奶茶都舍不得买还别说请我吃饭了，就让我直接去公园里找他。见到人了之后他呢就带着我在公园里快走了好多圈。他说呢这是顺便锻炼个身体。哎呀，我当时就在想你这是到公园锻炼身体顺便相个亲吧？哼，当时我还穿了一个几厘米的小高跟鞋我就连走带跑的跟他走了好几圈气喘吁吁的顺带着聊了一下彼此的情况。你说这情景是不是跟周星驰的电影情节都差不多了当时没把我给累死了，回家发现脚都肿了。后来呢还有一位接触了一段时间之后嘛，我就觉得不太合适也不太喜欢我就说我们不接触了吧。结果呢没有过2天这个男的就把这2个月所有的花销都记在账上了让我跟他 AA 分账。还有他送我的礼物一并要还给他。我当时真的有点气都不打一处来了，这还算不算个男人呢有没有点气度难怪他脱不了单呢，找不到女朋友呢，这不是活该单身吗？那我就问他了那你知道为什么自己也单到了现在吗？你找过自己的问题吗？我就跟他说其实这几个男生的表现也并不奇葩，你不觉得你自己也有些问题吗？首先你说你把你那个照片都 P 成那样了，人家认不出来了，这不是很正常的事吗？这个其实是你自己的问题，不是吗？因为他是个直男嘛，所以自然就脱口而出了嘛。其实这样的男生他也没有什么心眼人应该是不错的，就这一句话你都不会选他了，对吧？第二个男生呢，之所以他很随意的跟你去见面是有他的问题，但是你也应该事先问好到底是到哪儿约会具体咱们是什么形式等等嘛。你都30多岁的人了如果你知道是去公园，你为啥要穿个高跟鞋呢？这个你也不能全怪对方的，对吗？这个基本常识嘛，好不好？第三个男生呢，我觉得虽然他有点过激了，但是也不是不能理解的。我们要想一想一个30多岁的男人应该没少相亲的，他们男人这个恋爱成本确实挺高的。现在最后他越往后相亲他越不想花了，不成的话大笔的钱他肯定是要想要回来的他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对吧？所以呢也是能理解的。但是你的问题就是你都理解不了他们这些人为什么会这么做。咱们真的还是要多从自己身上找找问题的，大家说对吗？在相亲这件事情里，慢热的女生和主动的女生到底谁更吃香呢？29岁的北京男生学历好，家境好，工作好，1.8米的个属于比较抢手的那种男生。当时呢他同时相了2个女生，觉得都不错，于是呢就分别跟这2个女生接触了2周多的时间。A 姑娘呢是典型的慢热型，回复信息呢都是2个小时起约了2、3次她才愿意出来见面，从来不会主动发信息几次约会消费完全是不掏钱的。她接受男生的礼物比较坦然，但没有任何的回馈。接送她上下班没有说过1次谢谢。男生问她大概谈多久觉得可以确定2个人的关系，姑娘说不一定有感觉了就可以。所以这么模棱两可的回答让男生很茫然最后男生解读为这个姑娘对自己应该是没有那个意思的。但是
后来我问过这个 A 姑娘是不是不喜欢这个男生，她居然说不是啊，挺喜欢这个男生的，主要是不想太主动了，怕自己掉价，让男生看清自己。谈恋爱嘛，女生不应该矜持一点吗？哎，反正我也是无语了。那这个 B 姑娘真的就不同了她认识男生之后经常都会主动发信息给男生，偶尔呢还会主动约男生出来爬个山看个电影在约会消费方面她也是大大方方的从来不让男生负责全部的开销。他俩在一起呢是互送礼物而不是他单方面的只接受男生的礼物，这让双方都没有什么负担，态度和三观都很契合，相处的就很舒服嘛。男生也问过 B 姑娘一个同样的问题问她相处多久才能确定关系人家的回答是1个月以上就可以如果我们相处的没问题，随时都可以确定关系。所以这位主动的女生直接秒杀了那位慢热的姑娘。所以我在这里要告诫一下那些慢热的姑娘们，如果你不是真的慢热，那在这个优秀的男生在被哄抢的时代里，你再那么慢热的话，好的都被别人抢走了，大家的眼睛都不瞎，对吗？妈呀，90年的女生就说自己不想结婚了，急得她妈妈一个劲儿的求我帮帮她女儿。今天一位家长带着女儿来找我，一看这位母亲就很焦虑，她坐下来就一直在跟我说她女儿的情况。90年的，之前也谈过恋爱没成功，后来就来相亲，家里亲戚朋友给介绍了不少，就是没有相成的，要么就是他看不上人家，要么就是人家看不上他。后来呢还勉强的接触了一个，他还是说没啥感觉，也不想再继续接触下去了。哎呀，这不实在没辙了吗？才想着带他来这看看。结果呀，他女儿不太给母亲面子他说了一番话我也是很无语了他说我其实已经不太想考虑结婚这件事情了。过完生日我都34岁了，老家说的话虚岁都35了，目前工作还辞了，我还要重新找工作，我没有那个精力和时间去找对象谈恋爱。再说了，我这把年龄了我也知道自己找不到什么特别好的，目前最有可能的顶多是自己要个孩子。可是就我现在也算高龄产妇了吧，之前我也想过要嫁人，我做到了会持家，会照顾人，会包容理解和同理心，我也不物质，对他也很好，但是我还是被分手了。我一直在努力的工作就想证明给那个人看看我不比别人差，但是呢觉得没有什么意义了。那段时间里我想了很多很多，因为我会自我怀疑，我甚至疯狂的打压过我自己，我会觉得自己为什么这么差劲，为什么就是不能变得很好。而且我经常会在心里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社会为什么无论你多么努力都不一定会被人认可。我做到了那么多，不管你多么会持家，多么贤惠懂事，你都不会有多少价值的会被认定你是个失败的人，是一个没有追求的人。也许我真的很差劲，我知道我也没做错什么，可能他的离开不是因为我做错了什么，而是他不再需要我了吧。现在的这个社会对一个人的价值的评价就是你这个人有没有什么家庭背景你到底能赚多少钱。我现在觉得这一切都没有意义了，我就想做我自己了，我就想做一个自由自在的自己。我喜欢睡懒觉我就睡懒觉，我不想做饭我就不做饭，我不想谈恋爱不想结婚，我现在只想做个心安理得的废物不行吗？没什么不好我跟他妈妈听完了他这番话我们都沉默了。其实我还是有点能理解他的，你们说对吗？我今天必须要说男生的问题你们也别不高兴在你们中间真的有这种人。小王35岁企业的高管事业小有成绩，优秀迷人离婚了。他跟我吐槽自己的经历，说自己呢非常迷茫年轻的时候呢也有很多的女性追求者，但是呢他偏偏就喜欢那些他自己追不到的女生。比如说样貌姣好，身材性感热辣学历高，工作好。他说那个时候自己就跟个舔狗似的天天跟着人家屁股后边跑，追的挺辛苦的也没啥结果。后来他发现这些女生找的男朋友都是那些大老板富二代，所以他才幡然醒悟原来人家要找的是那种有钱人，自己那会儿也没啥钱事业呢也刚起步，所以完全没有实力跟人家去 PK 那个时候呢他就开始对女生的物质感开始厌恶下决心以后一定要找一个不图物质的能好好过日子的女人结婚。所以后来呢
他就认识了他前妻嘛。那个时候他31岁，前妻28岁哈，两人各个方面都很般配啊。前妻呢就是他所期待的那种女孩，不作不闹，脾气好，基本上没有开口跟他要过什么东西啊，都是他愿意给他花呢，他就高高兴兴的笑纳；他不给他花呢，他也不会跟他要的。那前妻呢是个高知家庭的女孩嘛，很有教养的姑娘待人接物呢都有理有面的，嘴呢也甜。刚开始小日子过得挺温馨的，可是这个婚姻啊，经过了3年的洗礼之后，小王啊在这段关系里呢，似乎就开始越来越感觉自己处于高位了，逐渐的呢，他就有些忘乎所以了，理所当然了。直到最后啊离婚，他才有一些醒悟哈。现在啊，他再后悔也来不及了。结果呢，他就跟我感慨嘛，他说男人最懂男人了。但凡一个男人，他如果找到了一个不图他钱，心甘情愿为他付出的女生之后啊，他真的就开始作了一直要把这个女生作到了没了为止。但凡心地比较善良、有教养、心软、愿意顾全大局、愿意为了关系而牺牲那点自尊的，甚至吵了架也懂得退让的女生，那可真是难找了。但是反过来呢，我们看看男生他可能就会把这份忍让当成是软弱可欺，他就开始作开始各种幺蛾子。一个女人有大智慧，她才会给你台阶下才会愿意为了关系牺牲一点自己。如果女人懒得跟你计较，你还不知道好歹的话你真的别怪她狠心。这样的例子还少吗？我跟你说善良且坚定的女生狠起来，你连给她下跪的机会都没有了。但凡是家教比较好有修养层次比较高的男生基本心里都有点数的有脑子，会掌握分寸，他们能体会得到女生忍让和沉默背后的那些不高兴和那些委屈。所以说呢，男生的问题真的也不小的，对吗？一个人的条件就能让你很幸福了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呀。93年的一个女生看了一个又一个男生的资料挑来选去的都不太满意。他不是太高了呢，就是人太瘦了不是工作不好呢，就是收入不够，不是房子太小呢，就是负担太重了，不是没眼缘，就是没感觉。总之呢，没有任何一项短板他是能接受的。我就很纳闷了我就问他，难道所有的条件都满足你了你就能幸福了吗，姑娘？这个时候他才抬起头来，很茫然地说，我其实也不知道该怎么选才对所以呢，我只能从这些外在条件上来做一些判断。那我就跟他说一个女人，你找什么样的男人结婚才是对的呢？才能得到幸福呢？其实不是他的长相决定的，对不对？也不是他的财富决定的，对不对能决定你婚姻是否幸福的，一定是他这个人有没有责任心，是不是个有担当的人，人品好不好，事业心强不强，对你怎么样他的家庭观念如何，他的原生家庭是否和睦幸福，在你需要他陪伴的时候，他能不能在你身边，在你出现问题的时候，他能不能帮你解决，在你情绪不稳定的时候，他能不能安慰你，在你生病的时候，他能不能照顾你呢？在你失败的时候，他是不是能够支持你、理解你？还有一点是最重要的，他的人品是否对你们的婚姻有忠诚度，他的教养能不能撑得起你们的生活中所有的摩擦？他是不是一个懂得去解决问题的人？一个能让你温柔的人一定给了你极大的爱；一个能让你沉默的人呢，一定给了你极大的伤害；一个能让你暴走的人一定让你受尽了委屈。慢慢的你就会发现一个好的人生伴侣，他真的是可以减轻你人生当中一大半的危机。容颜是会衰老的财富呢也不是永恒的，只有一个人的本身他才能够真正带给你幸福。你要记住一句话，宁可不嫁也不要错嫁，宁可晚嫁也不可乱嫁，因为嫁错人比你不嫁人还要可怕。反正信不信由你你现在知不知道该怎么选了呢？春节期间真的有好几对分手的我也是服了。我一问他们才知道都是因为双方的家长见面方方面面没计划好，没安排好，话没说好，事没办好，最后谈了个不欢而散。有个姑娘的妈妈跟男方父母第一次见面，上来就各种夸自己的女儿有多优秀，
还说对方男孩是哪辈子烧了高香啊修来的福气哈，能娶到他的女儿。我的妈呀，还说那是人家祖坟上冒青烟了。总之啊，话说的有多夸张就有多夸张，他家姑娘完全阻止不了他呀。最后搞得女儿很尴尬，男孩更尴尬，对方的父母呢一脸无语啊，这天儿直接被他给聊死了。还有个姑娘的家长啊，第一次见面啊，没说跟对方聊聊家常啊，拉拉感情啊，一上来啊就开始说啊，我们那个地方彩礼要多少钱，房产上要加上我女儿的名字啊，婚事呢都讲究个什么什么，男方要负责什么什么啊，弄得双方啊就跟两国谈判似的啊。你说这个见面多尴尬吧啊？那一谈钱不就没啥感情可谈了吗？让人家觉得你们这个家庭就这么现实啊，弄得跟卖女儿似的，人家能不下头吗？啊，我这里给大家整理了一些家长第一次见面注意事项给你们避避雷吧，免得以后再踩坑了。第一，不要一上来就跟对方谈房谈车谈彩礼，打听收入和资产，因为谈钱真的伤感情。这个世界上任何人都不喜欢你一张口就说钱的，虽然这是必经的一项，那也最好是放到最后再说。第二呢，见面前做好充足的准备，特别是男方的父母，你们是主动方嘛，提出邀请前计划好时间地点，买什么合适的见面礼物本着相互尊重的原则安排好这次见面，千万不能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就登门造访了。女方的父母虽然也是被动方，但也不能失了礼节，一样要准备见面礼，给自己的女儿撑撑门面长长脸，咱也要大大方方的。如果你家条件比男方家里好一些，千万不要表现出你有多优越第三，双方见面最好没有第三方加入只要双方父母和孩子参加就行了，千万别带什么七大姑八大姨来基本上会给你搅黄了。第四呢，一些小细节要注意比如这个时候孩子最好称呼对方的父母为叔叔阿姨，双方家长称呼对方的某先生或者是职务称呼也行，不用一上来就亲家的可能不太合适穿着方面呢，尽量得体一些，正式一些，不要太随意了。买礼物不用太贵太好的，只要是贴心实用的就会很得人心嘛。双方聊天的话题呢，最好也是轻松一些以情感交流为主。第一次呢，主要是相互认识，表达对子女婚事的支持，细节呢可以放在后面谈，千万不要一上来就谈条件给对方留下一个不好的印象。如果有不愉快的话题孩子们最好是尽快出来调节一下，好吧我希望看到这条视频的你呢，会有一些收获的，行吗？我在北京做红娘这么久了，我最怕的就是那种大龄的单身剩女，特别是那种高学历高收入还特别自信的那种大龄单身剩女。你说这不前几天呢有一个87年的女孩嘛，其实她这个硬件条件还真是不错的她在一家互联网公司做高管身高大概在1.65米左右年收入也挺高的，100多万，硕士学历身材长相都不错，我相信她年轻的时候一定有很多男人追求，也不知道怎么的把自己带到现在了。如今呢她到我这儿来说希望我给她找一个大概5岁以内的大概大她5岁以内的，年薪在200万以上的，在北京呢得有房有车的男人。那我听到她说这个话之后呢，我就跟她说我说其实你这个需求这个条件呢，我可以帮你达到，但是离异的你能不能接受？结果她就跟我急了她说你有没有搞错你让我一个还没有出阁的姑娘去嫁一个二婚的男人，87年的还说自己没出阁所以你说是不是很奇葩嘛？然后人家还跟我说我条件这么好，搞了半天你这儿也没有什么优质男生。他正在跟我争执的时候我们店里边另外还有一个客人96年的一个小美女就走过来了，她呢就跟这个87年的女孩这么说她说姐姐，我是96年的，我呢也是硕士刚刚毕业，虽然说我赚的没有你多吧，但是我的要求比你低我呢就希望对方有个稳定的工作，年薪30万左右，有一套房子就行其他的呢我就不在意了。如果他暂时没有房也没关系，反正我们家有，正好我们家就我一个我的嫁妆呢就是海淀的一套学区房，那你说这么优秀的男生是会选择我呢，
还是会选你呢？这个87年的女孩一听啊，就翻了个白眼，就不说话了。其实我也很想啊，看一看啊，男人在这个选项里边，你们到底是会选这个87年的呢，还是会选这个96年的？一个33岁的大龄剩女又给我讲了一段啊，她自己的亲身经历啊，还真的挺闹心的。她就是说吧，这个女生找对象，你要是啊在25、6岁之前遇到了一个差不多的，就赶紧的谈恋爱，不要总拖着了。你会以为后面会有更好的，但其实呢，真的没有那么多的必然。她说啊，女生挑来挑去，最后都是自己把自己挑剩下的。我那会儿大学刚毕业，家里就给我张罗着介绍了一个小伙，自己做生意的，他家里呢是家族企业啊，条件很好，他人也挺能干的，就比自己大2岁，家里人都觉得我们俩特合适。最关键的是呢，这个家伙他还非常的喜欢我，特别想娶我。他说你要是跟我结婚啊，100多平的房子我全部都写你的名字啊，彩礼呢更不用说了，就以我们当地最高彩礼为标准，然后给你提辆50万的车，你愿意上班就上班啊，你要是不愿意上班呢，那你就跟我一起做生意啊。有了孩子呢，你愿意看你就看，你不愿意看呢，就让我妈看。我妈心又细啊，又贤惠，她喜欢带孙子。再说了，她也掌握着家里的财政大权，能给咱养孩子看孩子啊。她看着孙子一高兴，那你不就想干嘛就干嘛了吗？只要啊你愿意跟我在一起就行了。可是当时呢，我就不知道哪根筋出了问题啊。说实话，可能呢真的是因为当时太年轻了，经历的事情又太少，也没有什么社会经验。大学的时候我谈过2个男朋友，都是那种条件很好，也很优秀，还对我特别好的那种。所以呢，我以为这个社会上的男生啊都会是这个样子的啊，都是那种对我又好又真诚，然后呢条件也非常好的。我真的不知道进入社会以后会遇到那么多奇葩的人，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我没那么喜欢他，我就拒绝了人家。我一直就没有放下想要追求爱情的这个执念，而且呢，我当时觉得自己啊太年轻了，应该享受几年自由自在的单身生活，再考虑结婚。世界这么大，我要出去走走。到后来啊，大概过了2年，有一次我就回老家，他又联系我了啊，还给我发了个女孩的照片，问我这姑娘怎么样，让我帮她参谋一下。我仍然非常淡然地说，这女孩挺好的呀，你俩挺般配的。结果我没有想到的是，他对我还是非常执着呀。他跟我说，我知道你还单着呢，如果你现在愿意的话，我还是愿意娶你的。这一次啊，我又拒绝了他。后来他结婚了，我呢还在相亲，遇到的男人还真的没有比他条件好的，就算条件能够达到，但也没有他那股子真诚的劲儿了啊。有条件特别好的，似乎人家对我呢也不冷不热不温不火的。后来我就过了30岁，这个时候我才发现30岁真的是女人择偶的一个大坎儿啊。介绍的对象综合条件已经断崖式的下滑，要么就个子矮，要么就收入低，要么就长得丑啊，要么就是离异的。总之再也没有遇到过那个时候他那种条件还对我那么来电的男人了。相亲中遇到过很多大龄剩男啊，奇葩的非常多。总之相亲这条路一路走来，真的是一言难尽的。如果时光能够倒流，能够回到那个时候，我一定听我妈的话，并且我真的想给那个时候的我2个大嘴巴子。我当时要是有现在的心智，那我现在儿子都能打酱油了。真的想劝大家一句，就是一定要珍惜年轻时候遇到的对象，差不多啊就不要再挑了，就尽快的结婚。因为你越往后挑，你越会发现你可能既遇不到你想要的真诚和爱情，你也遇不到你想将就找个条件好一点的人啊，并且你一定会随着年龄的增长遇到越来越奇怪的人。你们说是不是这样？北京的剩女数量已经居全国之首，就是因为这些大龄剩女在现实当中，她把男生的顶配条件当成了最低的标准。你就看看我这儿来的相亲的女孩，这么多女生啊，她们的要求随便你看一眼，上边都写着，我要求男生有金房有金户，身高最好1.75米以上。你一问啊，人家就说这个应该已经是最低的要求了吧，在北京没有房子不稳定，没有户口，将来孩子上学怎么办啊？但是他就没有想过，人家有这些东西的人就没有一点要求吗？人家凭什么看上你啊？再说了，你就不能自己买房自己争取金户吗？那你说你自己什么都可以没有，那凭什么要求对方就得什么都有呢？你劝他降低一点条件吧，他马上就给你白扯啊！又是那句话，我们女的不得给男生生孩子吗？
妈呀，你听一听，好像这孩子都是给男人生的，跟自己没有关系似的。我真的很佩服那些大龄女了，脑回路都长得不太正常。就是因为他们有这样的思想啊，才有这么多的剩女在北京。我跟你说啊，人家有房有户口的男生还真不缺愿意给他们生孩子的女生。北京落户有多难，你知道的吧？如果一个男生综合还不错，光有一个北京户口，就有多少女生来抢这个男生了？现实就是那种有金房有金户还有金牌的，那已经是属于北京市场的顶配了。说实话啊，那只有他挑别人的份儿，人家有金房有金户的女生也愿意找这样的男生。没有金房没有金户的，但是年轻漂亮的女孩也愿意给这样的男生生孩子呀。你说说，你自己没金户没有金房，年龄还大，长得也一般般的，你有啥优势啊？人凭啥找你呢？你现在明白了吗？你说这又要求金房又要求金户，还要求年薪多少多少啊？什么未婚啊，学历要好了，家境背景还得过得去了，身高得1.75米以上了，你就这么找？你能找着才怪了。我就在这儿问问这些有金房有金户身高达标的男人，你们愿意找一个30多岁的，还是愿意找一个年轻漂亮的呀？有的大龄剩女是真的不能找的，你就根本就搞不了人家啊。有的人问我到底多大算大龄剩女啊？我以大城市为例来讲啊，35岁以后的未婚女人呢，就应该叫大龄剩女了。为什么你搞不了人家呢？以我10多年的工作经验来讲啊，我对他们的了解，大部分大龄剩女啊，多多少少都会有以下这些问题。最后一点真的很扎心。首先啊，他们在自我认知方面啊，都是有一些脱离现实的。基本上啊，80%啊，都是属于高学历、高收入的人群。这一点咱不得不承认，人家在工作方面的能力那绝对是很优秀的。在单位里啊，独当一面，老板夸，同事赞，自己开个公司比男人挣的还多。但是他们往往啊，会以自身的工作优势呢，来评判自己在择偶方面的优势。女人的慕强心理在他们的身上可以说体现得非常的明显。他们认为你若优秀，蝴蝶自来，所以你如果不是一个比他更强的男人，根本你就吸引不了他。你不是人家的蝴蝶，就别往上凑了，好吗？如果让他勉强的去接受一个比自己差的男人，他们会觉得，那我宁愿高质量的等待啊，我也不想将就一个低质量的男人的。所以呢，就这一个想法，基本上他就 pass 了大部分的男人，对吗？人家就是有那个勇气要去跟那些20多岁的姑娘啊抢那5%的优质男人。你有什么办法？咱们是改变不了他的想法的。其次呢，还有一部分大龄剩女啊，是被多年的毒鸡汤给灌的，脑子里装满了错误的思维，对男人的要求啊高到了极点。人家不管多大岁数了啊，都是公主式的谈恋爱。男人你就得宠着我，你就得惯着我，你得让着我，约会必须车接车送，所有的开销都得男人买单。节假日，男人你得有计划，得有付出，提供精神和物质的双重满足，送礼物搞惊喜，情绪价值得拉满了。他自己可能什么也不会为你做，因为他觉得那样做会掉价的。你要是说他，咱能不能别那么幼稚了，成熟一点行不行？正常一点行不行？咱是奔着结婚去的，能不能不玩那些虚的东西？能不能像一个像模像样的过日子的媳妇儿啊？可是啊，这个时候人家就会觉得，哎，你这个人太没情趣了啊，进行不下去都是你的问题。他们基本上不会从自己身上找问题的。很多大龄剩女啊，会跟我们说啊，不想找一个大龄未婚男人，因为他们担心对方生理或者心理上有问题，宁愿找个离婚的都行。所以你们来看看，他们看问题的角度啊，真的是比较奇葩的。他觉得别人大龄单身一定是有问题的，而自己大龄单身啊，一定是有客观原因的。那我们来说最后这一点哦，真的很扎心，也很可怕。就是大部分的大龄剩女啊，几乎已经不相信爱情了，因为他们的感情经历一般来讲都会比较丰富的。很多人都会有同居时啊、怀孕时被渣男玩过，被有妇之夫伤过，当过备胎，做过小三儿。他们终于累了倦了，他们想歇下来稳定下来了。这个时候你很有可能就是那个不会被爱上的大冤种接盘侠。关键的问题是他们的生育价值啊也已经降低了啊。这个时候啊，你还是要好好想一想，你还要不要传宗接代啊？所以呢，你想明白了再做决定，好吧？
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现象啊？现在的男人呐，突然就醒悟了，直接躺平了，爱咋地咋地。资本呢，确实薅不动他们的羊毛了。曾经我们看到过很多这样的广告啊，爱他就带他去吃法餐，在烛光下点燃你们的爱情，爱他就送他最好的。男朋友不买礼物就是不爱，没有转账没有红包，那更是不爱了。他们呢还创造出了很多名目来搜刮年轻人的口袋。卖包的说包是女人的第二张脸，卖化妆品的说没有丑女人只有男女人，卖房子的说结婚怎么能没有房子呢？没有房那女人得多没有安全感呀。就连卖奶茶的都出来创造了一句经典，秋天的第一杯奶茶来营造这种营销的气氛。你再看看那些为了营销无端创造出来的所谓的节日，什么618了、双11了、双12了等等，这些都是为了让你消费的。回过头他们在用各种毒鸡汤去给女生洗脑。给你花钱的男人不一定是爱你的，但是不给你花钱的男人那一定是不爱你的。在各种营销的强烈施压下，恋爱的成本变得越来越高了。有很多普通工薪阶层的男生他根本就谈不起恋爱，许多男生干脆躺平了，老子不追不娶不结婚，爱咋地咋地。女孩子们也被骂得很惨，说他们太物质太现实。看一看现状啊，大龄单身队伍之庞大呀！据说全国现在有1亿多单身女性，她们都是真的不想结婚吗？不是，她们不过是想找一个条件好的人结婚。她们宁愿高质量的单身，也不想要低质量的婚姻。特别是35岁以上的大龄剩女们，如果她们仍然抱着这样的期望和诉求的话，再加上现在的男性已经醒悟了，躺平了，人家不追了不娶了，那些大龄剩女们就更加的难结婚了。但是资本也真的是薅不动了。这个说明了什么呀？说明我们的社会是越来越理性了，越来越进步了，已经回归到了理性和感性的平衡线上。这是不是一种认知思想的进步呢？来我这儿的女生啊，最喜欢问的一句话就是有没有条件好一点的呀？能不能给介绍一个有车有房有稳定工作的呢？如果是在私企的话，有年入100万的吗？或者他自己当老板的，那就更好啦。我跟你讲吧这些女人啊，大部分都是来许愿的。当你给她几个满足她条件的资料看的时候，她又会说，哎呀，这个长相不是我喜欢的，一看照片就没感觉。行，那咱就再给她找几个她觉得长相在线的，并且也满足她有房有车的条件的。哎呀，她这个收入才20多万啊，有点低。那以后的生活会不会压力太大了？再看看吧。哎呀，这个你看做生意的收入不少，但好像学历又不行啊，还没有我的学历高。不行，那以后肯定是聊不到一起的。好吧，那咱就再给他找学历也满足他条件的。最后呢，终于找到了有车有房学历高长相好甚至收入也很在线的男人。这个时候他又会给你来个神反转。哎呀，你说这样条件的男人他能看得上我吗？他会不会特别挑啊？还有这么好的条件怎么还单着呢？还会来相亲，他会不会有毛病啊？这个人不会是托吧？你们看看他们许愿许到自己都不相信，真的心脏病都会给你气出来的。我真的很想怼他。来相亲的人条件好的很多，有年收入上100万的，也有自己当老板的，甚至都有资产过亿的。那人家条件好来相亲就不正常，那你来相亲就很正常，那说明你条件很差咯。那你条件那么差，你还那么挑吗？别人年龄大了还单身就是有毛病，你自己也这么大了，不也还单身吗？那你就没有毛病了。我就想提醒你一句相亲不是买东西，我们这里不是超市，你花钱就可以随便挑商品吗？这里讲究的是你情我愿，还有就是最后你能不能嫁给一个条件好的，核心在于你配不配得上这样的人，不是红娘能决定的。如果你最后也没有嫁给高富帅，那真不是红娘不行，是你自己不行，你懂吗？